各大日潮品牌的26春夏新款紛紛上市，兄弟們該選哪件入手來耍帥呢？那麼今天的下集中呢，咱們繼續後5件的清单，篩選的標準仍然是有設計、高品質的日牌新品好貨。Showtime 這個品牌呢，這1、2年間在穿搭玩家群體中的人氣飆升是有目共睹。25秋冬呢，元哥推了他的岡山日產彎刀牛仔，大受兄弟們好評。那麼其實，在日南近幾年的穿搭風潮中呢，有一件單品走紅程度也不輸給華人玩家中的彎刀褲，就是這一種呢寬腿西褲。Showtime 的這一條西褲呢，從官方命名 Long Wide Trousers 呢，也能看出來，其實這就是西裝褲的 baggy 街頭風改良版本，玩轉各種混血剪裁呢，一直也都是這個偏向時裝系的日牌的拿手好戲啦。24年推出時瞬間大紅於日南穿搭圈，引爆點除了這個版型，再就是呢品牌布料的選擇了，使用了 Super 120S 級別的100%羊毛織物，經過特殊的濃染和樹脂加工處理呢，讓布料比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羊毛西裝呢還要更閃亮，也更有挺度。寬褲版型就怕軟塌貼在腿上，作為靠各類寬褲起家的品牌呢，Showtime 自然是非常懂其中的要點了。剪裁上呢，也是按照高级西褲的標準，前面做打褶，後面做收腰，来保證呢立體的寬鬆廓形。價位的話呢，這條個人是覺得呢 CP 值還是很不錯的，能賣爆確實有道理。順便說一下呢，Showtime 還有出一條Extra Wide 的版本，寬腿程度呢就有點逆天了，版型稍顯誇張，不那麼日常。另外呢，作為這幾年日本潮男群體中最走紅的單品之一 York 和馬卡威爾品牌呢，也都有出類似的寬腿西褲，布料和價位也都大差不差，大家可以按照喜好的顏色和細節來選。那麼呢，看一下日南駕馭這條的效果呢，給大家參考一下呀，確實走紅是有點道理的。也許今年的春夏呢，你也該嘗試一下寬腿西褲了。最終呢，還是要提醒一下，寬腿西褲雖然帥呢，但是只適合大長腿身材的兄弟，元哥呢肯定是無緣駕馭了。大家找代購下單前先仔細看一下尺碼表。另外就是呢，羊毛材質質感到位，但保養起來呢會有一定成本，怕麻煩的兄弟呢要注意一下。那麼繼續推一條，我覺得呢超級適合春夏季節的牛仔褲，來自岡山的小眾品牌 H Unit。元哥最早知道這個品牌呢，就是在 IG 上看到一些他們炫技級別的單品，哇，感覺做舊的工藝完全不輸給成名已久的 Capital 或是 Viswim， 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H Unit 品牌呢創立於2015年，主理人叫做松田博文。松田先生呢原本就是在岡山牛仔老廠就職多年，深耕於如何復活古董級別的牛仔褲的布料和工藝，功底極其深厚。獨立後創立自己的品牌 H Unit， 也是定位在職人系這個方向，主打頂級古着的視覺還原。元哥實際與主理人接觸下來呢，也發現他絕對是一位痴迷於技術的武痴，一直拉着我介紹各種細節是來自於哪個時代的牛仔褲的特色，他如何去實現這些細節的。說回到這一條，版型就是超經典的 Fatic Pants， 在日本呢也會被叫做 Baker Pants， 這是呢從1930年代開始美軍標配的後勤工裝制服。一般大家熟悉的呢都是军綠色版本，是從40年代開始啟用的。牛仔版本配發呢僅限於30到40之間的10年時間，服役比較短，所以呢超級稀有，是古着玩家眼中的聖品，每條現在都是天價。而 H Unit 這款的設計初衷呢，就是用日本現代職人的技術來還原這一條頂級古着的美式風情。布料使用了10.5盎司磅重的雪花丹寧，就非常適合春夏季節，很涼快，舒適度也夠，但高品質棉線呢，讓這一條並不會軟塌。產自日本岡山獨有的老式豐田織布機，水洗後呢，紋理如同雪花緩緩飄落一般是雪花丹寧標誌性的視覺效果。大家可能注意到呢，偶爾會有小的跳線被勾出来，這也是呢為了還原100年前的美產丹寧的歷史特色，需要有經驗的工人在織布時手工去干預才能產生。那麼最大的賣點呢，當然還是品牌對古着的細節還原了，只能說一個字滿，做的實在是太滿了。首先縫制上呢，用了傳統的锁鏈袖缝合布料，还有背後老式的調節扣以及口袋邊角的加固縫線，這些呢都是還原古着工裝必須有的基本細節。重點還是要看水洗做舊的工藝，插手口袋呢
呢做了補丁效果，補丁用了同款布料，但褪色程度不同。大腿上呢很多油渍和泼墨，是那種呢經過反覆水洗的髒污，反倒呢有一種清潔感。磨損的小破洞呢做了不少，當然最顯眼的還是膝蓋處的破壞。這種大破壞開洞非常考驗技術，最怕效果做作顯得假。很明顯呢 H Unit 做到了自然真實。紐扣和拉鏈這一些五金件也是啊有以假亂真的經年實用感。總之呢仔細去看這一條的話呀，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沒放過，全部都把細節做滿，都是呢在主理人的指導下由岡山熟練的工匠手工完成。雖然做得夠滿呢，但效果自然細膩，整體上呢不會給人太過了太誇張的感受。駕馭的話呢，褲腿寬鬆，低檔設定，都是為了美軍後勤工作時呢動作更靈活。版型放到現代的話呢，確實就變成了主打舒適。我是感覺啊真的太好穿了，這種經典古着還原款呢，不論做卡機紳士穿搭還是街頭風駕馭都沒問題，都會是你今天這一身搭配中的靈魂款。這款的定價是49500日幣，作為一條岡山日產牛仔工藝級大成之作呢 ，CP 值啊確實強到可怕的程度。如果是同等級做工的 V 牌啊，還是卡機新貴的 A 牌，同水準工藝的話呢，怕是定價要翻倍了。元哥呢也是對品牌的工藝啊非常欣賞，主動邀約呢，希望能代理品牌。跟主理人見面後一見如故啊，聊到了很多日產款式呢，都是服務於日本本地顧客，尺碼太瘦小的問題。沒想到啊，主理人當場答應為元哥的選品店的顧客呢來專門定制獨家尺碼。本來官方呢最大只有出到3碼，腰圍88厘米，那麼呢為元哥的選品店定制了 size 4和超大尺碼 size 5，腰圍呢分別做到了93和96厘米。別注款獨家在元哥線上選品店 Cold Beer Store 出售，服務於呢像元哥這樣的呀，因為中年發福而選不到高品質日產好貨的兄弟，並且呢所有的別注款啊內腰都蓋有 Cold Beer 水洗印章，真的是啊給足面子。那麼呢元哥選品店啊是正規代理，官方定價不加代購費。這一款的話呢，因為工藝太複雜呀，產量實在是很低，所以呢元哥能進到的貨呢也不多，補貨呢也是完全不現實，就不用留言區再留啊會加開嗎？統一回答一下，肯定是不會。另外補充一下呢，同樣的頻道會員提前1天優先搶。最後提醒一下呢，這種膝蓋開大洞的紐扣啊，穿上時動作一定要慢一些，太快的話可能會一腳踢爛。當然老玩家呢肯定早就了解了，主要是提醒一下新手兄弟們。那麼同時呢，還要推一件同樣是來自 H Unit 品牌的牛仔作品。上一期裡呢推了 Captain Sunshine 的改良版大戰夾克。不過呢，之前元哥影片裡也聊過啊，原牛雖然帥氣，但是要現代都市人自己養的話呢，幾乎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那麼 H Unit 的這一件啊，由岡山職人手工做舊的版本呢，也許就可以考慮下了。設計的概念上呢，版型完全是複刻自呢近期超人氣的由木村拓哉帶動走紅的大戰夾克，也就是呢傳說中的 S506XX 型號。這個版型的特色啊，就是非常短寬，基本上呢是誰穿誰帥。不過呢，這件也有不少 H Unit 自家理解的改良，比如呢保留了位置偏低的雙口袋，以及呢用了兩側的調節扣，而不是呢大戰版的巴黎扣。這都是啊古董級 Type 2工裝夾克的特色，而很多細節啊也是有沿用大戰版的經典設計，比如說呢最明顯的 T-back 對應的呢後背打褶的距離啊會非常寬，以及呢月桂树扣子等，這些呢都是大戰時期物資缺乏的原因才會有的特別設計。總體上來說呢，這是一件主理人將1940年代 Type 2工裝和大戰版型混血後的改良版，美式復古氛圍啊還是有到位的。當然呢，品牌的核心賣點呢還是職人舊化處理工藝，因為是春夏版本呢，所以總體上啊做了10年洗的效果，偏淺的水洗呢視覺上清新舒適，也更費工一些。布料呢是13.5盎司的赤耳丹寧，不過呢似乎是為了追求极簡感啊，去掉了赤耳的紅線，稍微啊有一些遺憾。這一款布料水洗後呢，同樣也是那種雪花效果，因為是工裝外套嘛，前襟也是做的那種呢經過反复水洗的髒污潑墨，跟剛剛的工裝牛褲呢看起來差不多。細節上啊，插手口袋有做因為反复使用而產生的輕微破壞，衣服邊緣呢也因為洗了太多年而發白，
布料縫合用傳統鎖鏈繡，五金件的舊化呢也都有照顧到。總體上呢是一件水準之上的岡山日產大戰夾克作品，定價呢是48400日幣。回想下的話呀，比上期推的 Captain Sunshine 的原牛呢還要低一點點 ，CP 值啊不言而喻。這款的話呢，夾克會比較複雜，改良版型呢確實太過費工，大塊赤耳布料的成本呢也會飆高太多。元哥呢就沒有別注大尺碼版本了，件數啊也會比較少。同期在 Kobeer Store 開售，駕馭效果的話呀，大家就參考一下小湯圓170公分身高的穿搭呢，來參考一下尺碼。整體上呢，按照 Levi's 的大戰夾克尺碼呢來選就可以。一款百搭好看又高品質的襯衫呢，是非常適合春夏交際的單品。來推一個呢小眾又是新創的品牌，近幾年呢卻能快速上架，像是 1LDK 或是 Plus 81這樣的呢小眾但選貨很嚴苛的日系選品店。這個品牌呢就叫做卡內瑪薩 Feel。還記得元哥推過的日系老前鋒品牌中的 Batoner 嗎？是一個呢給精品品牌代工起家的針織老廠新創立的自家品牌。卡內瑪薩的品牌故事呢也非常類似，本身呢是和歌山縣有60年歷史的紡織老廠，多年的經驗累積和持續進步呢，研發了超細密的46G 針織技術。這是個紡織工業的術語呢，說起來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，但是一般的高級襯衫的織物呢，大概是18到24G 範疇，對比一下呢，可知技術了得。今天介紹的這一件呢 46G Atmosphere Shirt 呢，就是品牌的代表作了，布料非常輕薄，同時呢也有很好的光澤感。透氣不貼身，拿在手上呢，能感受到那種飄來飄去的手感。剪裁和縫制的細節呢，都是按照精品品牌的高級襯衫的工藝來制作。價位的話呢，27500日幣。作為一件簡單的襯衫呢，確實不便宜。不過呢，我是覺得很適合生活在低緯度地區的兄弟呢，長期要應對濕熱天氣，也許這一件舒適透氣、做工精良的襯衫呢，正是你需要的。那麼特別提醒一下呢，這個 Atmosphere 系列呢是品牌的 Oversize 版本，還有個 Modest 系列呢，價位是一樣的，版型呢就非常合身和正式。另外品牌呢其實有無數種的花色可以選啊，不只是這一個比較偏正裝的配色，很休閒的花色呀、格子之類的呢都有。還有一點就是呢，品牌的布料啊並非是100%純棉的，都有混紡一些尼龍進去，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呢如此輕薄還能不貼身的秘密武器吧。對自然素材比較有執念的兄弟啊，就要謹慎入手了。不得不說呢，這幾年啊，娜娜米卡之類的都市機能系的日牌呢，人氣有所下滑。那麼大家會不會也有些好奇，現在日男通勤裝在穿什麼款式呢？究竟是誰填補了這塊市場的空白呢？這幾年有一個品牌呢，人氣飆升，似乎啊正呼之欲出的成為這個問題的新答案。這個品牌呢，就是 Titora。Titora 呢，其實創立於2013年，主理人呢叫做上出大輔。當時啊，理念真的很新，也很有趣。叫做呢 Workwear for Creators Who Fight in Work Chairs， 意譯過來就是呢為在辦公椅上戰鬥的創作者們設計的工裝服。但真正走紅啊，進入大家視線呢是在近幾年，核心原因還是呢 Titora 從2022年開始呢全面轉型科技布料為核心競爭力的品牌。舉例來說呢，今天要推的這一款呢 Device Jacket Plus GC 呢是品牌定番代表作的 Device Jacket 的 Oversize 改良版本，一眼看上去呢跟一般大家印象裡的上班族西裝外套呢就感覺有點像，但又不太一樣。這個呢有一點黑色又有點灰色的布料呢，官方命名為 Ghost Code， 並號稱呢這是完美的職場配色，既能跟客戶開會，下班休閒逛公園呢也不違和。這是這幾年啊日本男生穿搭中呢最熱門的一個關鍵字，叫做 on-off 穿搭。當然呢，作為科技布料啊，不易皺啊，洗後速乾呢，也是專門為職場打工人的需求做的深入考量。不過呢，元哥提醒一下呀，這款布料並不防水，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種類似 Gore-Tex 的機能科技。然後呢，最大的賣點啊，也是為什麼被命名為 Device Jacket， 是這一款西裝呢，實際上被設計成一款啊可以穿在身上的公事包，收納能力非常驚人，比如腰部的大口袋啊，甚至可以放下你的 iPad 或是呢小型筆電。出差時呢，也可以放護照證件，還有一個拉鏈口袋呢，可以成為你的2號錢包。這樣出差
來時呢，就能單獨放當地貨幣和常用的信用卡。胸口呢還專門做了一個裝機票的口袋啊，大小完全匹配你的登機證。日本人的腦洞呢，我是真的很佩服。這款夾克的定價呢是85800日幣，說實話呀，這個品牌是真的不便宜。但是這幾年呢卻非常暢銷，看來日本的上班族啊是真的有被這些細膩的設計給感動到，甘願自掏腰包呢來為公司更好的出差賺錢。元哥在此呢強烈建議各家公司呢應該把 Titora 套裝呢作為辦公用品配發給各個上班族，讓大家在辦公椅上持續提升戰力才對呀。那麼呢，以上就是全部26年春夏元哥精選出來的日潮好貨，每一件呢都是秉持良心來做推薦，保證符合呢有設計有品質這個篩選標準。那麼希望呢在26年兄弟們也越穿越帥，咱們下周6的節目再見啦。